午休时，同事们总聊同好会。远在天边的他没去过几回，不过同事们软磨硬泡，他这次终于答应了参加。聚会上，大家笑声连连，可他一直盯着手机屏幕，心里犯愁。末班车已经飞了，别无选择，只得在群里跟家人打招呼。今晚我得晚点回，姐姐也在外头跟朋友聚，所以说回头一块回家吧。美珍这下子安心多了，总算能跟同事们好好聊聊。可哥哥因为和女友吵架，也耽搁了些时候。此刻的美珍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只好找借口，说要赶末班车先走。她去找姐姐，准备一起回家。姐姐酒后吐真言，男友的过往让她不爽，她离过婚，还带个娃，旁边桌正好有个离异爸爸带娃吃饭，气氛顿时诡异了起来。美珍赶紧想带姐姐撤退，姐姐却不小心口红掉人家桌下了。男人捡起口红，还特别强调他婚姻失败，但女儿是他的骄傲。美珍和姐姐尴尬的想找洞钻，俩人悻悻离开了。两人一路走到约定地点，就这样，美珍和家人一块打车回了家。他们眼神里透着迷茫，好像世界上哪儿都不是他们的归宿。默默的打车、吃饭、聚会、恋爱，这是看着普通，对他们却格外珍贵。他们家在乡下，离首尔是真的远，一点小事就得多掏钱，甚至露宿街头。城里人哪懂他们的辛酸。回到家，三个人都很自觉，一人分担点打车费。大家不就是工作赚钱吗？明儿个终于是周末了，老爸得去田里忙个不停，老妈在家忙着弄午饭，大姐就是不想晒太阳，找理由溜去弄头发了。大哥成天游手好闲，被妈骂了才去帮忙。美珍在家算是勤快的，夏天帮爸干活是常事，家里还住着个外来的，最近才来的神秘新人。如今帮爸打工赚钱，晚上妈让美珍送水果，还得告诉工人明天早上9点上工。次日一大早7点钟，美珍就出门去上班了。路上碰见大叔往作坊去，看到公交来了就得跑，然后地铁站还得转车。生活的苦涩他尝个够，风景和新鲜空气是伴侣。上班的时候，美珍把文件认认真真做好了。她刚坐下没一会儿，手机响，领导说要请客，大家兴高采烈，又能吃顿好的了。但美珍心里只能苦笑，群里说家远不去了，结果领导心情不爽，她的文件被胡乱涂改，得重做一遍工作。等自己一个人时，她终于落泪了。但这还不是最坏的，得把泪水咽回去，自我安慰会好起来，再坚持一下，糟糕的都会好转。今天志源家人团聚吃饭，哥哥想让爹娘买电瓶车，老爸提起上次他帮忙搞定，明基说自己长大需要车，父亲却不说话，最后他才说出原因。父亲听得气得浑身抖，妈妈更是不见不烦，他赶紧给爸爸端汽水消消火。就在昨天，明基跟女朋友吵架了，还分了手，女朋友气冲冲提了车的事，因为老担心打车费用闹别扭，连约会地方也是为了他回家方便，还说明基问题一堆堆的。最后女朋友决定分手走人，明基在便利店当收银，1个月工资才1800，为了省钱，吃过期食品都试过，但这日子还是没啥改观。就在今天，三兄妹给朋友庆生，却见明基躲角落里打电话。阿强说他跟女友分了手，姐姐说是便利店店长打的电话，那个40多岁的大婶总跟他聊上个把小时。明熙直接进去了，夺过了明基手机，看恩熙那样，志源真是羡慕，因为他也想变得那么开朗。一个穷酸女，维持爱情竟丢了20亿，联系前男友同事才知，他早把公司人都借遍了，此刻已飞泰国找前女友，以为能翻盘，结果却这样。还听说他俩总是分分合合，志源对前男友彻底死心了。被问及找渣男原因，他急忙说就随便一问，可对方好像看透了一切，这真是灵魂的拷问。站在地铁站，他回想自己的过去，小时候学习就不行，家长会总是自卑到不行，逐渐就变得内向，长大了也不想见人。志源现在觉得笑话，自己居然还借钱给那渣男，钱一花光人就跑了，但他又选择了沉默，一个人扛下了一切，甚至以为没人会爱自己。可就在回家路上，他发现爸妈急急忙忙，紧跟着才明白怎么回事，原来是那位男神中暑倒地，目光交错，浅浅一瞥，话还没说已心有所触。爸妈把他扶进车往医院飞，他心里第一次对他有了牵挂。晚饭时听妈妈说是酒后摔伤的男人，志源心里满是失望。妈妈说他连名字都含糊其辞，总是遮遮掩掩的。姐姐猜测他是不是惹麻烦了，志源差点替他辩解，妈妈却说他不是那种人，房东还认识他呢。哥哥仿佛发现了新世界，男神又去买酒的消息，志源对他的好奇心更重了，想知道什么事让他这样沉醉。西九在那里望着星空，幻想有人来解救。前夜，志源找到西九，他想他能振作起来，甚至希望他仰望他，因为内心一直空虚，历尽情场全是渣，但你不同，所以仰视我吧，让我感到完整。他这样告诉西九。冬天快到了，继续这么喝你会被人瞧不起。志源真希望他不要再沉沦，但西九并非他所愿，他只想过个安静的生活，还问志源你究竟懂我什么？西九的话让他无比难过，
哪怕上班时脑海全是他的影子。同事问他为何错过末班车，志源说今晚不想回。同事把他带到小酒吧，询问他最近怎么了。志源不再隐藏，说家里来了一个男人，让他每天都感到不自在。同事听后急忙追问帅不帅，几岁了呢，喜欢他吗？志源只是摇头，说不清楚，甚至他的名都记不太牢，但他心里已经有了些许波澜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发现有俩怪男子在旁边盯着他，志源不禁心里一紧，他有意放缓了步伐，家的路只能这条路走，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。就在那俩人似乎要动手的时候，突然有个男人出现在志源背后。西九看见这一幕，本来快步的脚步慢了下来，志源也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，那熟悉的酒瓶撞击声让他心里踏实。西九像个守护者一样保护着志源，那俩人也只好开车闪人了。这时的西九却开始快步走起，本想这会有些安慰，却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。次日，他以为是爸爸来接他和姐姐，结果车上坐的是西九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都没开口。回家的路上碰到西九，他再也受不了这样不熟悉的感觉，回头大声叫住了他。西九还是那样默默无语。志源又再一次重复了刚才的话，他紧盯着阳光下的那个男人，直到西九提醒他快错过公交了，转身又提醒了自己几次。他满脸笑容的跑着，坐上车，感受着窗外的阳光。那一刻，志源感觉自己犹如新生。第二天，志源约了闺蜜见面，闺蜜一见面就说：“你肯定有男朋友了。”喝完一杯后，鼓励志源要为那男人全心投入，让你的爱完全释放出来。回家之后，天空突然雷声大作，下起了雨。她看见西九还在外头坐着，不禁想起闺蜜的话，真的要让爱完全释放吗？雷电一闪，她决定了。她急忙跑向西九的家，不顾雨势多么猛烈，不管雷电多吓人，她只要让他知道有人在乎。她毫不在乎，一把他推进门，目送着志源的背影，她的心又跳动了。第二天，她发现脚伤了，简单处理，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。到了下午，志源一家正在忙碌摘小米椒，西九却选择了加入。父亲问他为啥不多歇息，休息时间到了，西九又回到了他的冷漠里。志源的帽子被风吹到对岸，大家在商量哪条路更近，西九却找到了最好的观察点。他回忆起刚来这里的情景，雪花飘飘的夜里，电话响起，命令他继续隐匿。他的心冻结了，为了生计，他成了志源家的帮手。但真金不怕火炼，志源妈妈总是赞他，不仅长得帅，工作也勤快努力，连平时只夸志源的爸爸都表扬他。志源懂得各种机械，他让西九看他小时候的照片。西九回头一望，他明白了，原来他小时候就这么美。志源不明白他的眼神。母亲离开了，气氛突然尴尬，他们只好埋头吃饭，掩饰着。同时，兄妹俩下班吵起来了。姐姐拿起拖鞋扔向明基，却打到了出来的志源。志源不再视若无睹，而是直接扔回门外。可怜的明基只能喊那是我的拖鞋。志源哪管那许多。这一天，志源爸爸去收钱，对方千方百计推诿，还恶语相加。西九听得肚子里火大，但他没当场发作，开车回家，静等父亲下车后，看志源老爸眼神就行。他又站在了那楼下，回头看，志源见西九开车来了，以为会停下来带他一程，谁知他却踩油门飞驰而过，这让他心情一落千丈。西九把钱交给老头子，父母俩都纳闷怎么收回这笔钱。就这天，西九展示了不一样的男子气概，他帽子飞到了0米外的沟里，西九大步过去，然后大跳回来，连明基都迷上了他，问西九是哪个跳远队的，还说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摘辣椒啊。他也试了试，差点栽个大跟头。晚上跟朋友夸耀认识了个真汉子，说不定人家是国家队的。其实他早看出来了，一看西九的脸就觉得不同凡响。好友阿强好奇怎样的脸算特别，还说我们这样的人挺好，有的人看着厉害，其实不过是虚有其表，咱们就不同了，第一眼可能让人小失望。明基这番话得点个赞，还举了同学做例子，那小子一见美女就不吭声，反倒让女生觉得他很酷，居然还约出去好几次。同时，志源在回家路上遇到了西九，他赶紧小跑，装作巧遇，却发现西九太冷淡，快错过时他才叫住他，告诉他给他带烧酒了。西九离开前也喊住了他，但他直截了当问志源。他的问题让志源懵了，脑海迅速闪过思绪，才答西九说尝试新事物就能改变。他满怀期待等他回答，西九却转身似乎要走，他急忙追问是否就此开始。西九说从早上帮他剪帽子就已经开始了。听到这个答案，志源心里甜的就像泡在蜂蜜里，我俩明基好像也觅到了另一半。公司聚会，活泼的小姐姐让他看到了希望，同事逼着，俩人只好分道扬镳。他嘴角带笑，翻看他的抖音账号，给他所有视频都点了个遍。看到视频里的老板，他灵机一动，大步上前，直接开口问。父亲好像早有预感，一点也不惊讶。老头子也挺痛快，直接报了号码给西九。这边志源在跟解放会的人聊天，决定写日志记录彼此的日常。志源写下了理想中的爱人标准，
觉得生活中根本没这种人，从未真心喜欢过谁，可能这就是他总感觉累的理由。可下班那会儿，他收到一条信息，说拿到钱了，紧接着又问他想吃啥。看到最后一条信息时，志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因为短信是西九发的，他对未来满是期待。出来一看，阳光下的他在等他，他觉得自己坠入爱河了，俩人心不自知的贴在了一起，连脚步都不约而同的同步了。来到西餐厅，俩人默默吃着各自的食物，依旧没啥交流，但他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，西九主动递给他纸巾。回家的路上，经过山顶时，俩人一起望向远处，心里默默许下愿望。这时西九让他撒个谎，比如说你真美，或者你好帅。志源没想到西九这么个傻傻的，说了这些就能成真，但西九那眼神太有攻势，他提议说几句，随便说说都行。西九听完就那么站着不动，直勾勾的看着面前的志源。他的话让西九笑出声来，没想到自己表白他还能这么镇定。就在昨天，西九看着志源往公司走，悄悄停车，就在路边，啥也没说，但老头好像猜到了他想干嘛，直接催女儿快上车，三人便一起出发了。到了公司，志源忍不住想看看他有没有回信息，同时明基在西九家看到一闪绿光，走近一看，满屋子酒瓶，吓得他直傻眼，急忙让阿强来帮忙清理，结果被西九撞见，问个不停。西九都快怒了，好在志源的消息让他心里暖和了点。这边志源还等着回复，却收到姐姐吃饭的邀请，结果是一顿说教。小时候挑剔的很，怎么找男友这么随意？原来姐姐昨晚撞见他俩酒喝多了。志源趁酒劲对西九发动攻势，我虽然盼着你回我消息，但你不回我也会继续发的。但今天冷酷男神变了样，竟然端出了冰淇淋。志源也是懵了，然后咧嘴偷乐，乖巧的吃起了冰淇淋。第二天西九变化更大，开始收拾屋子，把那些酒瓶子都拿去卖了。回来遇到了阿强，想起志源叫他做的事，随手给了阿强2个冰淇淋。不得不说，爱情真的力量无边，西九简直换了个人似的。回家后看到志源发的消息，屋里的男人在干嘛呢？他第一次回了志源，志源看后心里美滋滋的，越发变得开心起来，开始和同事们聊得热火朝天。他的改变让人都觉得挺神奇，还询问哪款护手霜好用，这种感觉特别的舒心。另一边，西九也开始打扫屋子了，他那认真的样子真是太酷了。打扫好了，发照片给志源，还问了个挺深刻的问题，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，脑子里闪过各种念头。志源的回复让西九乐了，然后他就出现在公司门口，来接志源，我们的小公主，这就是爱情的模样吧。西九还装作是巧遇去买拖把的，晚上他们心里的话都倾诉了。志源说，不管你受过啥伤，就算你啥都不擅长，我也不会阻你喝酒，也不会缠着你，等爱填满心扉就好。西九突然说开始崇拜你了。志源愣了下，说那这还不够呢。第二天，搞笑担当明基终于出场了，他打算模仿西九跳河沟，结果肯定是摔了个跟头。远处大姐羡慕的不得了，老爷子问为啥不要工资，大家都等着他怎么回答。他说那是我愿意的，我喜欢晒太阳的感觉。就在那天，西九和老爷子送柜子到 PCS， 提醒他补交家庭户籍，却发现志源的户口不在家里了。西九不懂女儿为啥这样，他看出老爷子也不高兴。第二天父亲问他户口迁哪儿了，志源也坦白了实情，是为朋友的生意失败贷的款，老爷子让他户口迁回避麻烦，但他的薪水根本还不了债，他在路上走得迷迷糊糊的。西九看着，但心里明了，他走进银行去查债务情况，经理提示他能告那人，毕竟账单记录都在，都能当作呈堂证供。想到这些，他默默掉泪，发信息给前任让他联系。等到深夜，电话还没响，他不断打给那渣男，结果接电话的竟是别的女人，他泪流满面，为何这一切都得他扛？这一刻心里为志源难过，渣男这才露面，却叫他找家里人帮忙，明明家能帮你，为啥非得让自己信用受损？但为了家里不知道，他得自己垫上这笔债。离开时经理给了鼓励，他感到了那一丝暖意，然后又碰见了那男人，他对生活重新充满了期待，急忙走过去跟他问好。西九问他为啥这事在这，他敷衍了事，心里虽然不是滋味，但还是陪在他身边。志源开口跟他说话，西九却调皮的装哑巴，尴尬让他只好玩手机遮掩。上了车，看出西九还在气头上，他便说户籍已经迁回去了，债务问题也解决了。西九闷闷的说你帮他还钱了呀？他问志源那混蛋叫啥，只要名字和电话就行，会有人去讨债的。志源不想让别人管，两人冷战着各自回家。志源却突然出现在家里，西九说就是因为你有这软肋，那混账才敢这么利用你。志源不让他插手自己的事，不管自己多笨多傻，西九的反应却让人忍俊不禁。志源这次下定决心，决定把事情说清楚。西九更没吱声，只是把泡面放在桌上。你的手抖得真厉害，快来吃点东西吧。看志源没啥反应，他说这是我欣赏你的方式。可这算什么欣赏啊？志源只回了个水字。
虽然想笑，他还是乖乖拿水过去，还编了一堆情话。就算我看起来很可怕，见到你我总是紧张，这种感觉虽然烦，但还是盼着你出现。晚上俩人闲逛，走到了个无人的地方，打算做那件你们想的事。西九哥不想告诉大家他俩的事。回到家，他的消息还没来，这让他真是愁啊，只好喝点酒解寂寞。此时志远还在公司加班，因为中午他又被上司针对了，非让他今晚重做任务。压抑的公司让他没灵感，他突然有了个好主意，收拾东西去了最初的咖啡馆，想起了自己的梦想，如果他一直在这陪着，也能坚持。但突然他看到有人走过，光线也跟着那人移，他心里小激动一下，本来想装作不在意，发现那人没过来，他又偷偷回头，差点被西九看见。不得不说，西九哥真是太懂了。看着他的侧脸，志源的幻想成真了。月亮高挂，俩人走在乡间小道，听着周围的蝉鸣，互诉心声，慢慢从视线中消失。第二天，志源把稿子给了上司，却受到冷嘲热讽，暗示他没天赋。谁能想到呢？领导直接就挑了他的设计，因为他的作品有着春天的感觉。而上司则被领导好好训了一顿。下班时间快到了，西九提前到地铁站等，却偶然看到常去的超市，他买了份双人的冰淇淋和咖啡。收银员动作慢吞吞的，担心志源错过，他急匆匆跑出来，没想到正好撞见了他。两人一眼对视，眼里都看到了对方的开心。志源说他高兴的差点就抱上去了。西九在想为啥自己没去抱，他们又粘在一起，难道恋爱都是这样的吗？志源说西九和他大姐很像，还说他像个透明人，他就笑了。西九露出狡黠的笑，然后快步向前走。志源撅着嘴跟上去，但今天发生的事让他吓坏了，因为绑带出了问题，家具掉下来，影响了后面的车。车里的男人以为自己看错了，他下车喊西九，没想到以前的黑帮大哥会做这些。百社长说今天运气真好，竟能在这里遇到橘子精。他也说了西九来这的原因。西九因自己的过失，女友不幸去世了。他说想不到你竟没哭，那是你女友啊。西九说你可能不懂你妹妹的个性。到了晚上，老头子很担心西九出事，直到西九回家他才安心。另一边，下班的志源到超市，打算给西九带点零食。超市大妈说西九喜欢这个味，还问起他的来历。他告诉西九自己随便回答的，说是个首尔人，今年38岁，名字就编了个。志源虽在暗示西九真名问题，但西九还在想着白天女友的事，只喝了杯毒酒，连送我回家都没。回家妈问我怎么从西九家出来的，犹豫了半天我没吭声。妈转身问我，我才说。妈听我说完都懵了，想不通怎么回事。第二天我给他们俩送奶茶，亲手递给西九，离开时发现绑带还旧的，嘟囔一声就走了。休息的时候，老头子跟西九聊了好多，说这行业挺好的，他也是这行撑起家的。西九懂得老头想留他，他说要买新绑带就出门了。晚上志源买水果给他，讲公司的事，但西九愁眉不展。志源问他咋不喝酒了，短信也不回，他说可能随时会走。志源让他有话就说，犹豫良久，他讲了个故事。米国有悬崖，采访了幸存者，他们说跳下去20/3，烦恼全无了，几秒后想法全反了。我觉得他也会这样，所以告诉他了，告诉痛苦的人不用跳崖。志源终于懂他为啥伤感，整天颓废，只有酒作伴。他问那是谁，西九说是以前同住的女人。他说志源如果想止步，他会停止仰慕，可以收回去。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他心也回到了过去，还说了句伤了西九的话。回家后志源难以入眠，想不通西九为啥说那些，而西九又回到了原样，喝的愁上加愁了。屋里灯忽然就灭了，然后是那怪异的布声，他急忙从柜子里抓了点啥，却听见了明基那搞笑的声音。灯一亮，看见人影站在那，原来人家只是来借厕所。明基跟他倒苦水聊烦恼，发觉和西九挺有默契，并没觉得有啥不对劲。他问西九咱俩咋就遇上了。西九回想一开始来这儿，随着一声下来吧，迷迷糊糊就来到这里，还丢了手机在地铁上。那飘雪的夜里，他坐车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叫他的人终于露出真面目。地上那个是小明基啊。西九其实是误打误撞来到这儿，竟意外的躲过一场灾难，都是因为那声喊叫他来的，总能在这儿碰到那个女的，咱俩就是对视那么一眼。想着这些心情沉重，志源正好在公交上瞧见了这一幕，他急忙下车朝西九冲过去。今天偏偏碰上了死对头，他不想打扰这份静谧。隔日他回到了自己的地盘，那可是泡菜国顶级豪华场所。西九还是那么朴实的走了进去，一进门就差点被赶出去。九哥那犀利的目光一扫，对方立刻认错，连声道歉。光头哥还低头鞠了个躬，大佬的范儿一目了然。不知道你那边感受如何？西九径直找到白社长那儿，说最近忙着，水槽工作挺多，决定好了肯定会来找你，是离开这圈子还是留在小镇，还是回圈子里称王称霸。九哥话狠了之后，白社长连嘴都不敢张，临走的时候
还特意看了看水槽，他大声叫唤以前的小兄弟，然后就去老头儿水槽店大下订单。他是下了决心才来找过来的。那晚他醉醺醺的给野狗分食物，志源下班途中看见了这一幕，疯狗们蜂拥向西九冲过去，他大声吼叫，把狗群吓跑，完全没顾及自己会受伤，这让西九吃了一惊。第二个夜晚，志源递给他一瓶茅台，说是明基托他带的，并不是找理由来见他。他问西九有没有话想说，志源说：“你都让狗咬你了，不能用手抱抱女人吗？”接着指责西九的装酷，宁愿装酷到底，也不跟喜欢的人倾心交谈。然而你自己呢？志源的话刺痛了他的内心，让他决定要改变。下班铃响，志源手机一亮，他笑了，急匆匆奔向门外。原来是西九哥今天来接他，本来想一并收拾掉讨厌的上司，结果发现他还没下班。他们走进了饺子店，西九哥饺子下肚不停歇，后面的女生都羡慕他们的默契。九哥突然递过来一瓶饮料，还特意留给他最大的一颗丸子。面对乖乖的志源，九哥露出了得意的笑。志源不好意思直视他。西九意想不到的是，新的麻烦摆在了面前。家门一开，明基就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车钥匙跪下了，表示想尝试一下自由的感觉。原来明基上次借厕所时发现了那马桶的豪华，心想肯定是有钱人的家。站起来又看到角落的大手表，还有带神秘图案的车钥匙，这让明基心动不已。从此以后，他天天擦拭那表和车钥匙，借口是家里的厕所不够用，还顺便问了问茅台味道怎么样。看着这个小舅子，西九感到头大如斗。刚从市中心见过白社长，现在得再跑一趟了。俩人走进车库，西九轻按车钥匙，车头突然冒出个东西来，原来是西九哥旧爱劳斯莱斯。明基激动得跪地不起，他轻抚了下那车标，然后扑向九哥，紧紧抱住。他终于可以尽情飞翔了。看见旁边的美女，本来要说的话又咽回去了，连志源的眼神都不敢对。但粗犷男儿也有柔情时，他不想错过这完美时机，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话。志源一瞬间愣住了，他转头看着西九，九哥终于舒了口气。志源沉醉在甜蜜里，他们俩都沐浴爱的光芒。但第二天志源交任务，上司直言侮辱他穿着，对着那强仙儿的志源，这简直是心灵杀手。旁边同事听着都受不了，纷纷骂上司毛病一箩筐。志源却把这记心里。下班回家路上，眼镜男问他解放意味啥，志源不似上班时沉默，说是为了甩掉烦人的人。上司气得眼珠都要爆了。上了地铁，他告诉西九自己饿坏了，真的快饿晕了。九哥急忙问他想吃啥，他看着喝酒的志源，听他吐槽上司种种不是，感受着爱意迸发。在公司他还能摆谱，出了公司他就啥也不是了。公司那次求愿意走的人，走的全是些有能力的，想走的那帮人却一动不动。眼镜男就在那帮人里。西九哥感慨着，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。然后他又提议请上司来家，得好好给他上一课，他可不是你的对手。志源的肯定回答让九哥乐开了花。接着俩人默契地干了杯烧酒，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，西九回想起自己来这儿的理由。此刻他的心不再感到孤单，他找到了能倾听的爱人。曾以为只有童话里才有那望月的窗，直到那月光洒满了他的世界。他们走到了马路边，享受那份宁静的氛围。但月黑风高，不闹点疼岂不枉然。西九带着志源一直向高处行，四周的芦苇仿佛在替他们加油。可志源的心里却波涛汹涌，他不懂自己为何不能像他人那般笑得痛快，总是感到忧伤，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。不多时，他们登上了山顶，遥望市中心的灯火辉煌。晚风吹来，志源觉得有些冷，这也促进了他们的剧情发展。西九紧紧抱住了志源，感受到了他的不适，他的拥抱表达了所有。志源的心也渐渐被点燃，他转头望向他，四目交汇，火花即将四溅，压抑已久的情感一发不可收拾。回到家里，那亲吻的余韵挥散不去，他只得迫使自己闭上眼睛。但西九发现了紧急情况，本能让他猛地清醒。他朝窗外望去，却看到黑道的人影潜入了这里，他们在老爷子的货车下动了手脚。第二天，他怒视着货车，弯腰检查那装置，正想着怎么办，却被老爷子打断了。为了志源一家的平安，他决定亲自处理这件事。开车来到曾经的地盘，定睛昨夜的那个男人。西九一拳打碎了窗户，紧抓住那男人的衣领。突然他的伙计说找他的不是白社长，而是申会长。西九感到事情不妙，上车，会长催他赶紧回来帮忙。家族人手已派，却无济于事，只有你这狼人能镇得住场面。会长没等西九回话，便问他还有啥要办的。但这一天意外还是来了。老爷子和西九忙完回家，发现客人已到访。握手间，他识破了对方不凡的身份。男人见到西九欣喜若狂，但九哥怎么也乐不起来，因为他知道哥哥来这儿绝没好事。在老爷子家里，他只得沉默以对。哥哥却说出了西九的真实过往，自己当年也是跟他混日子的，大家都曾是他麾下的人。老爷子听了，心情沉重。两人在路边站着，他仍想不通西九为何在这做木匠。昔日兄弟，现如今落魄，胜在不得不去牛郎店。
永日甚至做了厨房的杂工，而这都是因为你，他们才在你手下。他还担心申会长会来复仇。看着西九的表情，哥哥意识到自己猜对了，一边是从前跟随他的兄弟们，一边是拯救他灵魂的志远。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选。在沙地上，他给野狗搭了个遮阳的地方，或许曾经的自己也像他们一样。夜幕降临，志远发信息说买了肉干，没等到立即回复，他急忙打电话给西九，却在路边遇到了他。志远说公司有新人加入，感叹自己每天都在演戏。九哥说他自己也是时时刻刻在演，难道你不是吗？毕竟谁的生活里不是一场戏，所有戏码都是从生活里来。也许是白天见哥哥的事让他忧心，两人各自向家走去。此时正是西九疼爱妻子的时光，他在家帮志远忙着干农活。他在回家的路上轻声跟志远说他得走了，没提离开的缘由，只是默默地看着他。他一时接受不了，感觉世界都乱了。走进房间里，泪水就止不住的流。他默默来到他的家，开始打包他的东西。西九哥却淡地说，要断就得断得彻底。真想问他是不是搞错了台词，他以为志远会大发雷霆，没想到他只是静静地说他并不生气，只是心里满是伤感。九哥建议他以后搬到首尔去吧，那儿的生活或许会更平淡一些。志远却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够平凡了，结果被西九狠狠地斥责了一番。平凡就是和别人一样有共同的渴望，不是高不可攀，也不是何种解脱，而是人人都有的那种普通渴求。就像你二哥说的，那些渴望推婴儿车的女人。志远却回答说他宁愿孩子背在背上。他的话几乎让九哥气炸了血管。然后他又说他想把1岁的孩子背在背上。第二天，老爷子并没有挽留西九，只是淡淡的说他随时欢迎他回来。就这样，西九驾车走了，一路无声。今夜是他离开的第一夜，志远感觉心都空了，难受极了，忍不住给西九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那头冷冷的机械声让他接受了这个现实，知道他真的走了，就像春风来过一样，感受过却永远抓不住。而这一周的故事也画上了句点。现在的志远剪了短发，独自走在飘雪的首尔街头，他成了全球最大的牛郎店老板。无论去哪，总有专车和保镖跟着，但他自己却越来越颓废。有女人告诉他，新来的阿姨手艺不错。他端上了一份开胃菜，看着那道熟悉的菜肴，心里满是回忆。虽然已经离开了3年，但他脑海里依然全是他的身影。回到房间，他看到沙发上多了个小宝宝，两人对视了一眼后，他抬起杯子为我们的缘分干杯。然后他感觉有点不对劲。就在他迷茫的时候，有个女人走进门，原来是去给孩子挑衣服了。女人走后，他大嗓门喊出志远的名字，不再掩饰自己的思念，那个他日夜思念的女人。但进来的却是他的保镖。他询问对方最想做啥，因为他不想再难过了，并承诺会满足对方所有愿望。最后，保镖揣着钱物自由了。西九来到了志远常坐的地铁，因为他想体验志远的日常。外面还是那块浴室好事的广告牌。黄昏的晚霞让他满心期待，这让他们在同一个地方，不约而同地做着同样的事。他们曾一起走过满是秋意的街道，一起凝望窗外同一处风景，走过4季更替的地铁站。即使不在对方身边，但他们心中都记着对方。志远甚至预感到西九会来，但这一天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。他在回家路上遇到了救护车，然后就看到他停在了自家门前。结果他因为这事错过了西九。这天妈妈非让大姐带未来的女婿来看看，所以他们约在一家餐厅吃饭。妈妈坐着默默观察，看着那英俊又温柔的准女婿。他提前付了账，还多点了几样菜，然后告诉女儿账已经结了，让女婿好好享受这顿饭。接着满心欢喜地望着他，展现出温和的笑容。然后妈妈高兴地去市场买菜，却听邻居提起志远上个月跑山上哭，说他的狗丢了。他记得之前问过志远的情况，女儿确实说和西九断了联系。不久后，妈妈就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一切都是铭记无意中发现的。他急忙跑去找爸爸，不顾脚上传来的痛楚，只想赶紧告诉老头子。看着儿子的狼狈样，他明白家里只有他那位才会这样。看着老爸，明基回想起那些往事，因为他一时冲动说了真心话。他追问老爸为啥不能多关照自己点，公司里勾心斗角的事太多，他得天天在那儿打转。反省反应，现在的他不也一样吗？辞职了，他只想听到点安慰的话。他的真情流露让老爸感到了内疚，也想起了那个曾经的勇敢的明基。那时候的他总是勇往直前，即使别人领先那么多，也得全力争取第一。他总是为他自豪。现在后悔的西九又回到了接志远的那个地方，可怎么也等不到他，最后只能走到家门口，发现一切都已改变。老头子也有了新的家庭。他摇摇晃晃地走上前，看着许久未见的西九，不由感叹。然后妈妈也终于见到了常在口中的西九。老头子说老伴儿走后，家里的土地都卖了，3兄妹也都搬到首尔去了。他最后给了西九志远的电话号码。西九坐在多年前常来的地方，手里拿着那串数字，他不由自主地喊了他的名字。第二天就急匆匆地打给志远，电话一通，他却没立刻说话。志远的心脏差点蹦出来，听到那个久违的问候，他问他过得咋样，这些日子你自在了没？
如此确定的答复，甜得西九心里乐开了花。他又问：“遇到崇拜的人了吗？”等了好半天，西九才听到是因为胖了些，减肥后再见面。这是不是女人们都这样？西九哥给了他1个小时减肥的时间。几分钟过后，正当西九哥转过头去的时候，那个夜不能寐的人出现了。不用说什么，他们只是相视而笑，满含幸福，两人眼里都溢满了爱。一看志远那眼神，九哥就疑惑了。九哥真不愧是九哥，一见面就来了段命中注定的浪漫。咱这不是被狗粮喂饱了？志远也解释了换号的事，等到天荒地老都没你电话，你知道我家在哪儿？老号码你又没打过。九哥听后直接开门见山，然后志远就讲了些往事。他走后，妈妈就安详的离开了。三兄妹仿佛都变了个人似的，看着妈生前最后留的那顿饭，志远心里特别沉重。大姐看着妈的衣服，忍不住情绪崩溃了，在外头哭成一团。明基也是这样，总觉得家没以前暖和了。还好有俩兄弟在身边，多少给了点安慰。阿强甚至还唱了首歌。这时大姐的手机响了，是男友让她去店里。看着旁边的姑娘，大姐倾诉着最近的心事，知道这样不对，却不想再坚强，就让自己彻底崩溃吧。突然听姑娘问大人也会伤心吗？在妈妈走后，看着默默流泪的姑娘，大姐立马决定了。姑娘没回答。这时男友回来，大姐不再迟疑，1秒钟男人就答应了。这大概是大姐最完美的解放。但志远却碰上了难题。工作时接了眼镜上司太太的电话，明白自己被误解了，只是把备注改成了自己名字。上司意识到不好，急忙想删记录，结果发现对方还在发信息。这种男人真应该永不翻身。下班了，人家说志源不该忘恩负义，毕竟平时帮了你不少。志源却不这么看，毕竟事儿得一件件来。他冲上去一把抢包，结果那女人反手就是一巴掌。他坐在唤醒九哥的那地儿，发誓再也不交朋友。这会儿他得多想要个男人肩膀啊！九哥也坐过这儿。志源借钱的事儿暴露了，大姐怒了，肯定又是给那烂人借的。知道那人已经不在国内了，他不懂为啥当初不找爸妈。明基挺身而出替他说话，因为自己也不会张口，宁愿饿死也不会开这口。他们都不是那种会求家里帮忙的人。这话直戳老头子心坎儿。明基也是因为家里这些事，他去车库想找九哥，没遇上，反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。他只是想告诉九哥妈走了。第二天他对老头子说家会和谐的，条件是得有辆车。一家人开车去了海边，感受那么点温情。他们随便聊聊，3年后的重逢让他俩都有点拘束。女孩深情地看着九哥，她觉得世界真奇妙，没想到真有这么一天。总想着还能不能再见你一面，真希望你此刻给我来电。期待越多，你消息越无。结果你偏偏这时候找我。九哥好奇他接电话时干嘛，但志源不想现在说，只说本来是准备开战的。后来他俩聊起社交问题，都说讨厌和人混。九哥说就你例外，反常，总能聊出意料之外的事。志源这时问了他一句，他问九哥他还防着他吗？看着还是帅气的九哥，那时虽然约了好久，但还是选择了原谅。只怪九哥电话来得太迟，或许这就是爱情吧。两人都情意绵绵地看着对方，接着走进了东大门市场。志源换上了那双白色小鞋，我悄悄付了账，出门时包包就换手了。我开始装扮成男友模样，又买了副手套，心意满满，目光紧随着他细心拆线。志源的爱意油然而生，甚至我都被这份甜蜜击中。他们的心已经被爱填满。咱们在路边小店歇脚，臭豆腐的味道真不错。龙套一眼看出他们走远，还帮他们推了把背。美景总是稍纵即逝。正当此时，保镖来电，账目问题还悬而未决。志源提起今天周六，他才想起弄错了日子，嘱咐志源在那儿等他。他赶到了这里，不顾一切直奔里面，不愿让志源多等1秒。谁料下个店正碰上拥堵，他不顾一切，车也不坐，脚踏实地的开始狂奔。刚到却突遇意外，他亲自动手，局面控制，脸上却留下了痕迹。会长因此对他提出了疑问，居然会被对手打伤。他解释说那是酒瓶作怪。内心焦急，志源等得太久，会长误以为是酒影响了他。九哥无心搭理，因为酒对他非爱而必须。志源还在餐馆里等待让他心生迟疑，男人是否还会归来。幸好不久，伤痕累累的西九来，他期待他的解释。西九只说那是自己的画作，不愿多说一句。生活的烦恼太多，没有哪天能全然如意。志源这时分享了他的处世哲学，生活不过是5分钟的事。听完志源的生存秘诀，西九感慨他依旧未变，依旧是那个坚毅的女孩，总是艰难的往前行。他决心试着按志源的方法活。这样的西九，他深深迷恋。酒过3巡，情绪高涨，俩人立在飘雪的街头，就像乡间芦苇田旁并肩，远眺着那遥远的地方。回程路上，九哥回忆往昔，那也是个下雪的日子，幻想地球静止不动。从首尔走到三浦，一路徒步，大约得走个28小时。凌晨时分就能见到你。志源也分享了接电话那刻，正站在前男友婚礼的现场，正想捣个乱，
你的电话来了。二话没说，他选择了见你。他的坦白深刺他的心，双眼泛红，凝视着他。随即他回忆出玉志园时满天飞舞的大雪之夜，醉意之下，他带他回了家，然后两人就静静躺下，不自觉地沉沉睡去。难道床只是为了睡觉吗？第二天，他给爸爸打电话问候，爸爸提起给西九的号码，得知女儿见了西九，他很高兴。到了新公司，志源更自信也更亲和，每天工作满是激情，空闲时还给西九买个火炉。另一边，会长找到西九，提九影响业务的事儿，因为小事满头险，九哥不再迁就，只想为自己活一回。他坐到沙发上，颇有感慨，每天如临大敌，独自应对一切，或许只有和志源在一起才有意义，让他更像个普通人。回到家，俩人围着新火炉，品着50度的烧酒，他不再藏着掖着，敞开了心扉，然后用手机录下了整个告白。西九好奇地问明基近况如何，但明基的日子并不怎么样，因为贤雅总是游手好闲，他梦想着要有所作为，步调不一，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。他骑着共享单车在空旷的街头，发现生活的残酷无情。突然出现的他吓了志源一大跳，没想到他还爱搞恶作剧。回到家里，男人手里还是离不开酒，喝完后手居然稳如老狗。他想到耳边那些幻听的情况，这大概是自食其果吧。志源真的很懂他买醉的举动，他告诉他自己一直在用那些差劲的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西九听完只在乎一件事，自己是不是也在那些人当中。显然他对他来说是不同的，因为他占据了他心里神秘的角落。你走后，我妈去世了，我爸又娶了，我感觉自己总是被抛弃，在所有关系里，我从不是先走的那个，总是别人先离开我。志源不懂自己哪里做错了，他总是把那些离开的人视作坏蛋，但只有你是我决意靠近的人。西九静静听着他不想感冒的言语，此刻的志源实在太可爱，以至于他心痒难耐。面对如此美丽的女子，西九忍不住告诉他，其实自己从没真的感冒过。夜色匆匆过去，今天是三兄妹父亲的生日，他们早早买好礼物回到家乡。阿强兴奋地迎接着他们，大姐给他们买了情侣装，本该是开心的时刻，但老爸脸上却挂着忧愁。他询问女儿为何剪短了发，大姐随便找了理由搪塞。作为父亲，他怎会不懂女儿的心思？而志远此刻翻着那些解放日记，曾经的沉默寡言已随日记一页页翻过。二哥正跟朋友们倾诉自己的故事，工资高到月月都花不光。大姐和继母一起坐下来了，聊起老爸的那些日子。与此同时，九哥和他的保镖在雪地站着，他本来以为今天不会有开心的瞬间，结果最后的时刻竟然心动不已。第二天，全家人团聚吃饭，老头子突然说一个人活也挺好，不用委屈自己迎合别人。老爸的话让他们都陷入了深思，爸真的那么没用吗？想起妈妈在的时候，志远忍不住眼泪就下来了，这不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吗？回到城市，他们各自忙各自的。志远去取钱的时候，旁边那个男的竟然是他，碰巧又撞上了一个误会。男的打电话时不小心碰到了女的，正当误会要起时，他主动说了真实情况。看到在等自己的男人，志远有点尴尬，但还是勇敢地面对了他。然后听到前男友说要给他转账，还有那个迟来的道歉，他感激那个人让他变成了现在这样。到了晚上，西九看着下班的志远跑步，他大声喊着他的名字，志远露出幸福的笑。九哥叫他别动，往他那儿小跑，走过去就听志远说，喜欢听他喊自己名字的声音。他们在繁忙的街上走着，聊着最近的种种。志远说他小时候很热情，听着志远说话，他就远远地看着他。而明基换到了喜欢的工作，大姐最后也收到了男人的玫瑰，最后是志远和西九的解放。